好，观众朋友，接下来在军事上面的消息，今天会带观众朋友就军事面，我们会关心的是两样大陆解放军的武器。第一个是 GJX 空中幽灵现踪，这是第一款武器。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到。第二个，我们等一下也会来看到是攻击11，这两款武器会颠覆未来的海战吗？如何做？还有它的威力、战力又是如何？等一下一起的来看。好，现在呢，我们来看到大陆的军工科技的最高成就，就是大陆向世界展现他们的未来无人机的一个项目。就在上周，我们要来赶快看到的是一架翼展呢，这边说高达42公尺，而且这个外形类似于轰炸机的超大型逆中无人机，这一款叫做 GJX 出现在这个首度的试飞了，而且是完成了试飞。我们来看到它的小档案哦，它的翼展其实已经逼近了美军 B-21逆中轰炸机。外媒说呢，这就是无人机版本的轰20啊。再来持续看说，刚刚说了嘛，这个外形像 B-21，但是我们也来看到它的细节，雷达反射面积是更低的，而且涂装也变得更为先进。现在看起来，它疑似具备 AI 战场决策跟远端攻击的能力，也就是说，它接下来可以展现3个重要的功能：隐形、智能跟远打的功能吗？厉害的地方跟战略用途是哪里？干哥怎么看？其实我说一句实在话，当这个新闻发布的时候，这叫 GJX 逆中无人机，它不是无人机 ，OK， 它是超大型的无人载具，好吗？翼展42公尺，等于你常常搭的波音737客机，有这么大的无人机吗？你到机场去，你今天去飞澎湖马公，或者你要到很近的香港的话，你可能会搭波音737，它就跟737一样大。然而这架飞机不是轰炸机，请问它要做什么用途？我们背脊的那个汗毛都竖起来了，为什么？这是很可怕的东西。这一架无人机，它如果真正能够投入实际作战的系统里面去的话，那它背后的资源要有多少？它的中央电脑怎么样控制它？它的驾驶员要经过什么样的训练？因为它是无人机，它可能在这个新疆的沙漠里面控制它，就像你所看到的，所有在中东执行任务的，都是在美国的兰利基地里面，或者是在维吉尼亚的基地里面去操控无人机。这么大的无人机要怎么样远端操控？但是它不可能只是一个样机或样本给大家看，它可以远距操控，它可以进行侦查，它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发动攻击。可是它的弹仓会跟 B-21一样大的话，那是40吨的炸弹。我想到这边，我就觉得这个不是寻常的事情，不正常。从你今年初开始看到了歼36，就已经不正常了。再看到歼50，那更不正常。为什么？因为那个飞机你要拿到，因为到现在我没有拿到模型，我拿到模型改天会秀在各位观众眼前。那个歼36跟歼50的机身之巨大，它已经到了轰炸机的边缘了。所以我今天要讲的结论重点是什么？就这个 GJX 这个逆中无人机，它如果真的能够像 B-21的那种功能的话，那或者是说类似与轰20搭配的那种无人机的话，那我今天真的要讲说，大陆的科技已经到了另外一种你不可想象的地步。对，只要歼36跟歼50，它在3年之内能够真正的，就说不要说服役了，真正的到我们的，就说我们的视角之内的话，那就代表说大陆不仅仅是在无人机领域里面的突破，而且它在远端操控以及电子控制以及武器投射方面，它都有很大的超越跟进步，它才有办法制造这么大的无人机。而且这已经不是我们在科幻小说里面所看到的，也就是说不是在网友在那边讨论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是真的很觉得在这方面，因为大陆无人机市场的成功，造成它在这方面科技的特别的领先地位。美国你是真正要去理解到说，发动下一场战争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尤其我们刚才看到还有076两栖攻击舰，对，076两栖攻击舰，它将来不一定是载着有人飞机，而是像 GJX 这种，或是攻击11这种飞机的时候，
下一场战争的面貌绝对颠覆你现在的想象。所以五角大厦它其实比我们还要紧张。好，所以是来自于解放军的大型无人载具，这是第一款。第二个我们刚刚提到了嘛，要看到2个武器。第二个则是攻击11，现在呢也确定它是可以进行实战的部署了。几个它重要的功能，我们先来看哦，能够强程制空，且具有匿踪的特性，可以挂载这种精准的弹药、反辐射飞弹等等，具有隐形功能，还有攻击的能力，是可以直接穿透敌方的空网的防空网的。面对敌方这些高价值目标，可以做非常精准的点穴式的打击。它现在目前呢是把它部署在西藏的日喀则机场。为什么会在这里？等一下我们请来宾来做解读。这个地方是在高原地带，也贴近印度的方向，同时辐射整个南亚地区。我们要请这个大使来帮我们看到它的作战的意图，还有它的整个战力又是如何？它的战力应该是现有的哈，它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无人机里面啊，战力最强的。第一个，它是属于隐身无人攻击机，它有隐身性。那你要知道，这个隐身战机是属于第5代战机啊。那用这个无人机也进入隐身的话，对，那等于说第5代无人机了，对。而且它是喷射引擎的，很多无人机它是装的是那个螺旋桨，对，它可以在滞空时间40小时，可是它的速度比较慢。不要慢，有的时候每小时能够跑到400公里的，算是很不错的。我看啊，可是这一款它的时速可以到达0.8马赫，甚至再往上面一点，然后又隐身，然后呢，它的体型也比较大，它的翼展有14公尺，然后它的整个的吨位大概在10吨左右。10吨左右，所以是一个大型的无人机了。以现在这个在这个军武界拥有，它是一个大型的，所以算是中国大陆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航空空战的利剑。是，它基本上它也不是要跟什么飞机去缠斗，它同时可以做什么？可以做就是说歼20跟歼16的中程僚机，可以搭配打这个立体化作战。然后呢，它基本上它的载弹量也是够的。那它可以在这种所谓的这种航空就是说非航空炸弹，那么它可以载3到4枚。还有就是说地对空、空对地的攻击性的武器，它都可以。另外，它的电子侦察能力也很强。所以这款武器对中国大陆来讲，不要说中国，在全世界那个无人机里面，它最先进一层。那为什么放到印度？也就是说，防备印度在这个喜马拉雅山中印边界上不断的在那边自己幻想还可以跟中国军队进行抗衡。我一部署就是跟你印度差距10年到20年的武器放这边，叫你印度你在那边叫嚣什么？对不对？然后呢，现在事实上我记得前一阵子好像也是歼35也进到这个西藏的相关的这个空军基地了嘛。所以就用最先进的武器，让印度人这个打消他对中印冲突的一种幻想。那让你知道这个差距有多大。那真正要打起来的时候，说实话这个隐形战机到你上空了，打完了，搞不好你印度人还不知道，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用先进的武器来叫印度人乖一点吧。好，这款逆中的这个无人机它是整个威胁到南亚地区，但是其实呢，它如果再装在不管是因为它可以装在076或者是福建号的航母上面，其实它又可以威胁到了另外一个地区，包括了南海跟整个台海。等一下我们会请舰长来带我们看，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除了有逆中功能，第二个很关键的原因是它有这个折叠机翼铰链设计，可以帮助它灵活起降，是为了上舰。那刚刚舰就指的是076或者是福建号航母等等，就可以增加它的整体的打击半径，瞬间拉长，对台海、南海的基地还有这个敌方在这边的整个舰队造成威胁。舰长怎么看？所以你看一个飞机如果它的翅膀会折第一个它的结构会复杂，这个故障率会高，然后价格也会高，那都是这个缺点。你为什么要叫它折？
就是为了放在船上。所以当你发现它折叠的时候，它就是为了上舰，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攻击11也好，GJX 这个飞机也好，这些都叫做大型的逆中无人机。这个在全世界现在都在这个展开研发。好比说，俄国的猎人、土耳其的恩卡3、美国的 XQ58、澳洲的 MQ28都在做，没有一个服勤。现在这4架全部都还在实验阶段，但是攻击11呢，它在2012年原型机就出来了，2019年建国70周年的时候，它就已经出现在阅兵队伍里面。它现在确定它已经服役，而且已经在低量生产。到底它量产多少，没有人知道，但是它已经在服役。所以中国这一方面是最进步的。至于你说它这个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为了改变什么南海？其实没有。我跟你讲，它的差异在哪里哦？我们今天航母一样可以弹射歼35，那多大，人在上面，对不对？它一样是逆中的，而且跑起来速度多快。那你这个呢，好像又小了很多。那为什么？你要知道，它飞机都有一个叫空重，还有一个叫最多起飞的重量，就这2个差异，就是它的油跟弹，你知道吧？像歼35还有加上人的重量，我们的攻击11的差距是17吨左右。然后那个歼35差距也是17吨左右，就他们2个能够载的油跟弹的总量是一样的。换言之，它的打击力是差不多，但是它这个小多了，简单多了。攻击11的造价我去估了一下，大概是歼35的1/4。就发现它攻击上面哇少这么多，而且它因为是飞翼设计，我本身也轻，是不是？我同样的流装上去的时候，我可以飞很远。它大概比它多大概50%的，我可以飞更远。2个这个完毕之后，这已经让人觉得你还不需要人。像刚大使你知道，到那个高原那里去，你叫我去高原我就没办法飞，因为我有高山症。很多人在平地是有高山症的，到那里去飞，但是它的那个不需要人。最后一个就是6代机，6代机的时候是一个5代机控制2个中程僚机，现在全世界做到这个的只有中国，因为它出现了攻击11，这2个配合到一个歼35，就是。